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 AI 技术学堂。那么，相信很多新手朋友们呢，正在准备做一个 YouTuber 视频，并且呢，在上面创建频道来赚钱。但是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赛道也可以说成是一个细分领域呢，它是非常关键的。那我相信，肯定很多朋友在浏览一个 YouTuber 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不露脸的频道但是他们专注某个细分领域。那上传的内容呢，也吸引了大量的一个观众。一旦视频开始受到欢迎，收入也会逐渐的增加。然而，细分领域的选择多种多样，有时候确实会让人感到迷茫，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小鱼儿今天录制这些视频呢，就是想帮助新手朋友们呢，如何避开选错细分领域的一个坑。那接下来的视频呢，我会为大家举6个需要避开的一个 YouTuber 的领域，那希望对我们的新手朋友选择领域的时候呢，可以进行一个参考。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冥想或者一些放松类的视频。近几年来，这种冥想视频放松视频呢，在 YouTuber 上面非常的多，而且呢，这类的视频可以看到它的播放量呢，也是非常的高，也受到了大众的一个欢迎。那为什么这种视频它的播放量这么高？想要开通一个广告收益也是非常快的，因为它做的时长比较久。那可以看到这里3个小时。如果你的视频呢一旦成为了一个爆款，那是很快就可以开通一个广告收益。但是问题来了，制作这类视频呢，很多频道呢在制作这类视频的时候存在了方法上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他们简单的从一些素材网站，那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平台呢，去下载免费的视频片段，加上一些冥想音乐或者白噪音呢，就直接上传了。那这样的内容呢，其实它就是缺乏一个原创性。就像这些免费的素材网站大家可以知道，它的一个使用可以说成是全世界的人，很多人都在用相同的素材，用相同的一个内容。那这样的内容呢，缺乏原创性，很有可能呢就会被 YouTuber 呢判定为低质量或者重复内容，最后呢导致辛苦了几个月呢，频道无法获利甚至会被封号的可能。那如果你真的对这方面的视频非常的感兴趣，如果你真的想制作一个冥想或放松的视频，那么这里呢小鱼儿个人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呢去创作一些独特的素材，寻找一些有特色的冥想音乐。那么这个素材在哪里找呢？小鱼儿简单给大家提几点。那首先呢，你可以自己去拍摄你可以在一个风景美丽的一个山间去拍摄一个美丽的风景再去拍摄一点大自然的一些纯粹的一些声音一些鸟叫声或者说你可以雨天的时候出去也是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一个比较漂亮的地方，拍一些雨滴声音。其实这样的视频我们不难，其实这个方法它并不难因为我在我们的身边随时就能获取到这样的素材。那这个呢，它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原创的一个视频。你甚至可以走进一些乡村，走进一些大自然里面，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去拍摄这样的素材。那一个音乐也不要建议大家去东拼西凑，或者说去使用一些有版权风险的一些冥想音乐。那这里呢，可以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素材也好，音乐也好，都没有什么合适的，那你可以来到这个 Fiverr 平台。那你可以这个平台里面呢，它专门是出售一些原创的一些视频或者音乐你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个冥想音乐，那可以看到这里面它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些冥想音乐，包括一些大自然的一些原创视频。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呢去购买一个音乐或者素材，那我们点进来就能看到它里面的一些标价包括它会给你，那么你可以直接联系卖家，跟他达成一个协议这个里面呢，它都是一个免版税的你可以拿来商用，也可以拿来用于任何的一个视频。而且呢，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呢，都有。那么甚至呢，它都可以从0到1的帮你制作一个 YouTuber 的一个冥想频道。具体呢，大家可以到这个 Fiverr 上面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那么除了一个素材和音乐的选择之外呢，那你还可以关注一些比较成功的一些冥想频道，去进行一个学习他们的一个制作技巧和内容策划的一个方向。第二个不建议做的呢，就是一个混剪。
那这个混剪的话，简单来说呢，就是把几个视频片段分别剪开拼接后呢，再上传到一个 YouTuber。可以看到前几年呢，那这样的视频呢是做的是非常的不错的。然而最近几年版权纠纷呢，版权查得非常的严，可以看到这些视频呢，它的一个时长呢都是3年前了啊，他们都已经很久不更新了，甚至5年前啊，都是几年前的一个视频，点进了一个视频都可以看到，那它呢已经有3年啊，它已经没有再更新过了。因为现在的混剪视频呢，真的存在一个版权的风险。那如果说你下载的是别人的一个视频片段，再重新上传，很有可能呢就会侵犯到原创视频原创作者的一个版权。那不管你怎么样去剪辑，或者说你自己认为呢这个使用是合理的，那但是呢在很多混剪频道里都遭到了版权方的一个投诉或者索赔。那除此之外呢，即使你的频道达到1000的订阅者和4000小时的一个播放时长，如果说你涉及到一个版权问题，你也可能无法开通获利功能。也就是说呢，你辛辛苦苦剪辑的一个视频呢，可能无法给你带来一个收益。那可以看到有些频道虽然说混剪视频播放量非常的高啊，但是如果说你掌握不好版权使用的一个技巧，那么这些播放量是无法变现的。那这儿还有很多新手朋友就疑惑，那我就是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混剪视频怎么办呢？那也不是不可以哈。正确的一个混剪方式呢，应该是要获得一个素材版权的一个许可。那么你可以寻找一些提供版权许可的一些视频素材网站，从他那里呢去获取视频的一些片段啊，并且在一个注明来源和链接。那这样呢，你既尊重了一个原创视频的一个权益呢，又能确保自己的内容合法合规。那就像这个频道啊，大家可以看到，那它呢就是一个混剪视频啊，在它的每一个视频播放量非常的高啊，我们点进来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视频的一个描述栏下方都有一个素材的一个来源啊，什么素材来自什么网站，这里呢都标注的一目了然。但是如果说你掌握不好一个版权的一个技巧的话，建议大家啊还是不要选择这个方向。那接下来呢，要避开一个励志类的视频。那么这些年呢，一个励志视频呢，现在呢也是非常的多。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看到过不少的一个励志视频，有些呢可能直接播放名人的一个演讲片段。虽然这类的视频啊，有的时候播放量可能会很高啊，但问题呢，同样也是出在一个版权和一个合理使用。那直接使用别人的视频片段呢，这个肯定是不算是合理使用，而且呢，这样的视频呢又缺乏一个创新。但如果说你还是对这一类的视频比较感兴趣的话，并且呢想通过它来赚取收益，那这里呢可以建议大家呢用自己传达激励人心的一些信息，并且呢可以配上一个原创的配音。这里就简单的说，需要表达自己的一个个人见解，那这样的话可能你的视频呢会被认为是原创的啊，从而可以在这个 YouTuber 上面啊长期的赚取一个收益。那这里呢算是有一个成功的励志类频道案例，那么我们可以点进他的一个视频看一下。And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And 那他的视频呢就是使用自己的声音和脚本，还加入了一些付费的素材。那么他这些素材的话也是组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呢，使得他的视频原创度就很高，那成功率也大大的提升了。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付费的一些素材网站啊，去挑选一些合适的一些视频。那如果说你不想自己说话的话，也可以考虑用一个声音克隆。那么这里声音克隆的网站呢，小鱼儿也有2个推荐。那一个呢就是经常给大家提起的一个 ElevenLabs 啊，它也可以专门啊把语音呢把文本转成一个语音，或者说把语音转成语音都可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 Flick AI， 那它呢也是一个可以声音克隆啊，复刻自己的一个声音。那么这里呢，我都会把这些工具的链接来放在描述栏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尝试一下。第4个呢，就是一个儿童视频。虽然说儿童视频呢在 YouTuber 上面的播放量呢很高啊，非常受大众的一个欢迎。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它的一个播放量达到了60亿次的一个观看，那么这个视频呢也达到了一个2.8亿次的一个观看。
但是他们的收益呢却相对较低。大家可能疑惑，这么高的一个观看次数，为什么收益很低呢？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了解一下儿童的一个 COAAP 的一个法案。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来到我们 ChatGPT。那么做儿童领域的视频呢，它存在一个儿童在线隐私保护规则。那什么叫做一个儿童在线隐私保护规则呢？它呢是美国的一项法规。那么是指在保护13岁以下儿童在互联网上的个人信息安全。该规则呢要求网站和在线服务收集、使用或披露儿童个人信息时必须获得父母的同意。此外呢，它还规定了对儿童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措施和家长一个控制权。因为它严格规定了对13岁以下的儿童信息的一个严格保护，那因此呢广告商不能向儿童投放有针对性的一些广告，所以呢导致了儿童频道它的广告收益远低于一个成年观众内容。那所以说，如果说你打算制作一个儿童内容，只是单纯的想要通过广告收益来赚钱的话，那这里呢建议大家还是要避免。但如果说你有通过与其他厂家合作或寻找其他一个盈利模式的话，那么你也还是可以做的。如果你能在儿童领域呢做出一些特色，并且赢得一些大量的订阅者呢也是有机会获得不错的收益。当然在 YouTuber 里面也有很多做得非常好的一些儿童频道，他们的收益呢不是靠这一个广告收益它是有与其他一些厂家合作一些其他的一些赚钱方法，肯定不是依赖这一个 YouTuber 的一个广告收益。所以说总的来说呢，对于我们新手朋友来说呢，我建议呢大家还是避开这个儿童领域。那么接下来呢，做一个音乐频道，或者说一些歌词的一些视频，可以看到有的它是专门做一个音乐频道的。如果说你在油管上面上传含有音乐的内容，那么你的音乐不是原创很有可能会被版权方索赔。那我们一直都知道，在 YouTuber 上面音乐版权是查得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包括小鱼儿自己一直以来呢，用的都是一个无版权的音乐从来不会去滥用任何的，包括剪映里面的音乐我都从来不用。如果一旦你的一个视频呢牵扯到一个音乐版权的话，那可能你的所有收益呢都会归版权方所有。那特别是那些做一些歌词视频的未经许可呢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一些音乐的视频呢，那么它是更容易引发一些版权问题的。如果说你单单只是想制作一个音乐频道的话，那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考虑。那我们只是偶尔用音乐来配个乐的话，这也不是不可以。那么很多新手伙伴可能就有点着急了，那这些音乐都不能用怎么办呢？幸运的是，在 YouTuber 的官方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音乐库。大家可以看到，在你的 YouTuber 一个后台这里专门有一个音频库，这里面呢就提供了一些大量的音乐而且呢它有不同的音乐类型你可以在这里过滤，你只需要点一个不需注明出处，那么这些音乐呢你都可以使用你在这里呢你还可以搜索你要找的一些音乐曲调曲风。那么如果说你是专注一个 YouTuber 频道你专注一个音乐频道的话，你使用的音乐必须是合法的，而且选择自己创作的音乐或者付费请人制作的音乐。例如呢，你还可以用这个 Movert 来帮你生成一个原创音乐。Movert 它其实也是可以生成各种不同风格的一些音乐，但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的是，那如果说你使用的是一个免费版本的一个 Movert 的话，那它也是不能用于商业用途的。如果说你要想用这个音乐来挣钱，那么你就要考虑订阅它的一个付费会员使用一个免版权的一个音乐。那最后一个频道啦，这里来，那最后一个频道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人最喜欢的就是一个游戏频道。选择游戏频道呢，也是也需要谨慎。那在其实油管上面的一些游戏内容竞争现在也是相当的激烈了。现在呢，已经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一些成熟的一些游戏频道存在。如果想做的话，除非你能找到一个独特并且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你的内容，否则你真的很难在 YouTuber 上面脱颖而出。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些游戏可能你还需要获得游戏开发商的一个许可，那么你才可以在油管上进行一个播放。
因此呢，如果说你想选择一个游戏频道作为一个内容的方向的话，那你务必要进行一个充分的市场调研和一个风险评估。当然，如果说你希望在油管上通过不露脸的方式来赚取一些更多的收入的话，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些其他具有一些潜力细分内容的，也肯定是有的比如说一些金融领域、餐饮领域、健身领域技术领域、旅游市场，那这些呢都是前景非常不错，而且广告收益也比较高的一些领域。那感兴趣的伙伴呢，也可以去尝试，也可以去搜索了解一下。那今天呢，小鱼儿的视频呢就给大家推荐到这里了。今天呢，小鱼儿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呢对你呢有所帮助，对你选择领域的时候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喜欢记得订阅小鱼儿的频道，有任何问题呢还可以在下面给小鱼儿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交流。无论你做哪个领域主要是要保持一个创新和独特性，那这样呢才能在竞争激烈当中呢脱颖而出。如果说你也对 AI 感兴趣可以观看小鱼儿的其他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